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登峰造极的分数啦。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国服的分数。尽管现在是已经有6000万保底了，但是可以看到国服那边他们依旧还是把战力提升到很高，可能是要彰显自己非常有财力吧，又或者是有可能他们提升到前10名是为了要去商店拿他们的硬币去换其他东西啊。因为他在前10名啊，基本上是已经拿到了皮肤，他只是需要去兑换特效还有其他东西而已。所以我相信他们提升到这么高的分数，一方面是因为要去商店买东西啦，另外一方面可能真的是觉得自己太有财力了，那我每一次都可以提升到这么多的战力，无所谓了，提升高一点点也没有关系。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玩家是提升到了1亿战力，然后下面也是有很多玩家提升到8000万啊、7000万啊，不是准保底6000万。因为我看到国际服比较多的玩家都是提升到大概6000万左右就停了，就没有再继续提升了。那这边这个伺服器呢是从945到952伺服器，它这边最多的玩家是到41名是有6000万的，就准卡到6000万就没有再提升了。但是这个玩家感觉他应该不会再提升了吧，现在提升有点慢了，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要切换去其他的伺服器，也没有那个时间回来再看他这个账号会变成怎样。 OK， 那么下一个王国我们要看的就是从585到592王国。那这边第一名也是一样哦，冲到8000万战力，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要看他们伺服器到底有多少个玩家是有超过6000万的。那因为倒数时间剩下不多了，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37位玩家是拥有6000万战力的，然后剩下的玩家可能就是基础的提升自己一点点战力啦，也有可能是一开始他们看到不是很多人抢，但是因为这个皮肤是通用皮肤啊，不可能不抢手的。我们接下来再换另外一个伺服器，下一个伺服器是从1001到1008伺服器，第一名7000万战力，然后这边拥有6000万战力的玩家有38位。下一个伺服器是从737到744，这边第一名也是接近差不多8000万战力吧，应该不会再提升了。这边他们总共有超过6000万的玩家，也是大概32位。下一个伺服器449到456王国，第一名8500分他们加速资源真的好多，但是这边拥有6000万的玩家也是变多咯，有56位玩家是有超过6000万战力的，这边就比较多一点了，但是下面应该不会再提升战力了，他们跟上一位玩家的战力差了10倍。那我们接着再看下去，这里的伺服器是从753到760，第一名的玩家也是有超过1亿的分数那下面的玩家有超过6000万战力的玩家就有38位，那这个玩家可能是一开始就冲这个分数上去吧，没有想到他们冲的分数更多。那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要做好打算的，因为国服的竞争力真的太强了，他不应该提升到这么快的。下一个伺服器是从297到304，但是听说297有很多玩家都已经移民了，所以他们这边分数就没有太夸张，第一名的玩家也就8500万，也算是蛮多了。总共有超过6000万战力的玩家就有38位，跟我前面所提到的是差不多的。接着这个伺服器是从57到64，你们可以看到时间来不及了，所以这边快一点啦。最高1亿分然后超过6000万的玩家，哇，这边好多，超过6000万的玩家居然有89位这个算是我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多，但是这个伺服器其实并不是最多，因为我看到有更加多的。这个伺服器是从1到8，因为这边有很多先锋王国的关系，所以他们这边拥有6000万的玩家也是很多，第一名1亿分数，但是你们看6000万的玩家居然有100多位，我相信应该排到100之外了，还有很多玩家应该还是有超过6000万战力的。但是不是只有这个王国拥有100位玩家，41跟21他们也是有超过100位玩家。41这边第一名是9500万，他这边伺服器是从41到48，但是你们可以看他这边6000万的玩家也是突破了100位，这个是第3个我目前看到的王国是有超过100位玩家拥有6000万分数的。接下来21王国，第一名的玩家居然有1.4亿战力的提升，天哪！这边是从17到24，那因为21这边是先锋王国的关系，所以他们抢的玩家也是很多，也是超过100位了
有很多玩家其实也是刚刚好卡在6000万这个分数就停下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看16，算是今天的压轴了吧，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只能看到16就要暂停了。16这边的数量反而没有比起其他的先锋王国还要更多，他们这边拥有6000万的玩家稍微少一点点。这边我们看到第一名只有7500万战力，然后超过6000万的玩家就只有64位玩家，这边伺服器是从9到16。第一名他的分数不算多，但是他下面那个玩家分数也不算高啦，所以还可以接受，也是刚刚好卡在6000万就停了。所以这个就是国服登峰造极的状况啊。这边稍微跟国际服的玩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国服他们可以拿到这么多的皮肤，好像每个玩家都很有钱这样子。主要是他们的游戏生态跟我们国际服有点不太一样，在国际服比较多的玩家是愿意去打架的，就我们的 KVK 一般都会看到哇，很多大型的先锋王国会跟另外一个先锋王国对战，又或者是一般的小王国也好，他们也会尽量去对战。但是在国服那边比较时常会发生优势的战局，就比方说一个先锋王国跟另外一个先锋王国合作，然后去打一些其他比较小的王国，就讲他们的 KVK 其实打的时间不会太长，再加上国服他们是有深夜模式的，像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晚上12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又有联盟旗帜耐久度恢复速度降低500%，联盟旗帜建造速度降低3000%，可掠夺资源会在战乱中损失80%，仓库保护量提升300%，联盟旗帜燃烧速度降低500%，联盟要塞建造速度降低300%。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呢，依旧还是会打架，但是多数都是野战。但是比较多的玩家他们都会选择这个时间去休息，因为也没有办法推进，没有办法烧起至少要塞，而且也是要正常作息上班嘛，所以这个时间他们都是会选择不打架的，通常啦。再加上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因为外交的关系啊，然后分配盟友的关系呢，所以打架的次数不会这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会时常去直播国服的 KVK 的原因。所以就讲相比起国际服的玩家，国服的玩家他们会拥有比较多的加速资源，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保底机制呢，其实是针对国服玩家去设计的，而不是针对国际服玩家。但是我也是有听到一些玩家说他们的分数也是变高了，可能他的伺服器原本分数没有这么多，但是因为这个保底机制，有不少的玩家可能冲到6000万分数了，就拉高了他们平时的水平。但我觉得这个只是暂时性啊，就比方说这一次因为是第一次推出的关系，可能有很多玩家都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加速资源，准备去拿这个皮肤。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可能下一次的登峰造极来临之前，你会先准备好自己的加速资源，等下一次你真的有足够的加速资源可以提升到6000万，或者是刚好可以拿到皮肤的标准的时候，你再去冲刺会比较适合。比较起以前就是不确定会不会拿到前10名的排名，其实相比之下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因为国服的玩家，尤其是他们先锋王国的玩家依旧还是很多的，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嘛，在16服他们依旧还是有3到5个联盟左右，所以他们如果在王国里面要拿到皮肤是很艰难的，而且是有8个王国要同时去抢登峰造极的皮肤，所以就变成说不一定你的王国会拿到皮肤，尤其是在先锋王国附近的那些玩家更难去拿到登峰造极皮肤，所以我觉得这个保底是有好处的。当然还是那句啦，对于国际服玩家来讲，这个保底的分数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对于国服玩家来讲，其实这个保底的机制其实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个就是 happy ending 的时候，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登峰造极结束不久，就已经看到有不少的玩家犯了乌龙，就比方说这个玩家他是差那么一点点就6000万了所以现在没有11狼，但是有5900万狼这个也算是另外一个比较搞笑的地方吧。另外一个看到比较好笑的地方就是这位玩家其实他是在前10名是已经有皮肤可以拿了，但是他还去商店那边再购买另外一个皮肤，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是有2个永久的皮肤的所以你们在购买的时候记得要看清楚自己有没有在前10名。如果你是已经在前10名的话，其实不需要去商店那边再购买了。当然如果你们想要购买特效的话，是可以花那个硬币去购买，但是这个皮肤是不需要再买了。那因为他已经拥有了一个皮肤，他去使用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兑换成宝石给他
才100宝石耶，哇，好亏哦。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搞笑的案例，就是可能这位玩家他是刚好提升到6000万战力，然后他把硬币拿去换了金头，结果换不了皮肤了，所以就被其他的玩家嘲笑他。这个也是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啊，如果你们的硬币刚好只有12个可以去换到皮肤的话，你们就不要去兑换其他东西了。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不能退还了吧，不过我也相信客服那边应该也是很忙啊。假设说真的是有一些玩家他们兑换错了，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错在策划或者是客服身上啦，是这些玩家没有仔细的去看。就像这边所显示的，换一个金头需要用到1个硬币嘛，那假设说如果他是刚好提升到6000万战力，12个硬币换皮肤的话，这样他就变成11个硬币了，他是没有办法再换到皮肤，他最多就只能换到特效，但是你有特效没有皮肤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要特别向大家说明的，你们自己要小心啊。那大概是这样子吧，这一次登峰造极的情况。那国际服的部分呢，可能我会分开成另外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说明。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国服的登峰造极，那如果有什么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